它以前是什么，之后是什么。李正汉墓啊，就已经印证香港跟中原是有联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海贼，正因为是这个99年为香港回归中国埋下伏笔。你觉得问英国之前它是被谁管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讲久一点的历史，就是说它以前是什么，然后它之后是什么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去过一个古墓？那个古墓叫什么李正汉墓啊？其实它就已经印证了，香港这个地方跟中原是有联系。李正汉墓哦，那个秦始皇时期跟汉朝时期是差不多2000年之前。像那个时候的这些朝代的中心啊，是在哪里？在北边，它差不多在长江以北，就是好像讲西安啊、河南的洛阳啊，这种都是一些古代的皇城。像南边这种地方，其实算是比较散卡拉一点的。那个李正汉墓啊，其实已经证实了他们出土的一些文物是跟中原有联系的。那些碗啊、那些陶瓷啊、那些东西，都是跟西安那边出土的是很像的。陆陆续续哦，香港也有在那些山区考古，也有发现到不止汉朝之后，也有发现到那种元朝、明朝，甚至是清朝的东西。元朝啊，都有派官过来这边管，但是清朝呢是实施海禁政策，它是不要你出海的，就是它甚至要你不要住海边，住内地一点，不要住到靠近海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啊，张宝仔这么多海贼跟随，这么的猖狂。对，海贼为什么在清朝时期这么猖狂，就是因为清朝不要他的人民去跟海外面的文明有交流，有点像日本以前是锁国的。对，因为他们是很怕外来的这种势力影响他们的国民的思想，然后进而反叛啊之类这样子，所以他们是不鼓励你们出海。So 种种原因，第一，以前的皇都都是在长江以北，南部这些地区都是他们讲边疆，然后加上湿气很重，很多蚊子，很多虫，好像没有人要管这个地方。对，又这么热啊，这么潮湿啊，他们是不习惯。加上海禁哦，这边呢到1840年代之前都是没有什么人，海盗猖狂，因为海盗是可以抢那种贸易的船的。对哦，因为最多就只有贸易的船会经过嘛。所以你讲香港其实是那种边疆，清朝是在北京，香港是什么超远的，好不好？它最多管的是广州，因为广州那时候已经有广州13行了，13行就是它的贸易啦。当时广州算是可以给外面的人来往的一个地方，但是香港还是非常的老旧。香港为什么从清朝变成被英国人管？那就发生了鸦片战争。它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割让的，对吧？对，鸦片战争最直接的结果是清朝打输了，因为英国人的船是很厉害，英国海军是厉害，就是炸你哦。清朝是有要塞的，它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要塞安装了一些火炮，但是太过落后了。英国人可能可以打100米的，你的要塞可以打50米的，这样他就在80米的打你啊，都打到你死了，是不是？英国人其实也不是傻，就是要打你那些要塞，打到你不行，逼你跟他谈判，他就拿到他利益就够了。他不是要占领整个中国的，不像日本人这样傻，因为他也没有力啊。他只是一个 businessman。对，他是一个 businessman。像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什么？当时清朝出了一个汉人的官，叫林则徐。林则徐是很有志向，他就知道其实鸦片不好，对人民不好，他就要就荼毒了中国人的 mindset， 然后全部就很堕落。做生意的因此倾家荡产，做兵的打不到仗，所以他就在虎门硝烟，他就下死命令，就是说你们不能再卖鸦片了。然后结果我们发现到英国人那边资产很多，就全部跟他缴出来，缴出来不用紧，公开的去烧，就是好像与他们为敌这样啦。对，好像直接跟你宣战这样。英国人就讲哇，你是当我是什么？所以是这个人引起的啦，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林则徐绝对是好官。之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开战了，开战打输了。我没有错的时候，第一次英国人其实有点轻敌，所以英国人好像是被击退的。然后之后英国人又再卷土重来，又更多船啊，打赢了咯。这样最直接的结果是清朝他跟英国人谈判嘛，英国人就跟他讲我要这个地，然后英国人也会讲我鸦片的那些我也不要他什么了。林则徐之后很惨，贬去哪里？贬去新疆。新疆根本不是他领土他是南边的人对。其实当时香港这种南部地区啊，也可能被贬。以前苏东坡宋朝的时候就被贬去海南岛，
哦，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好像跟新疆没有差别，就边疆了。对，其实当时英国看上的是舟山群岛，就是浙江那边，因为当时浙江就靠近比较有钱人的地方，而且靠近丝绸的产地。那边好像有一个叫梧州，就方便他export。可能要想过要台湾，但是那边台风太紧了，而且台湾又有点远，当时也没有想过要香港，因为香港真的太落后了。他们甚至拿到了香港之后都没有去理他。他们有一个 statement 就讲，不是这么的让人开心的一个战利品。竟然还有这样的 statement。对，但是香港很好，因为他们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只是拿香港岛，香港岛就是香湾、中湾那个地方，因为那边也没有这样多台风，也有深水港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还算是不错。但是你需要发展，因为没有 infrastructure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其实英国人只拿到香港岛堡，之后为什么会拿到这么大？香港是分3次割的。第二次呢，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出来，九龙半岛就是香港岛对岸的那些金沙嘴、三水口那些地方各都一半，但是还没有到深圳那边的。深圳那边是之后清朝跟日本人打输了，那关英国人什么事呢？但是他就去趁火打劫，他也觉得排泄，因为他都没有打仗嘛，打赢的是日本嘛，所以日本在那次战争拿到了台湾。英国人就是说，不如你新界你租给我，租99年。所以其实香港岛跟九龙半岛呢，是因为英国人自己打赢了嘛，他自己要，这个是给我的，永久割让。之后是日本打赢了嘛，他也会自廉耻，就跟他讲，你租给我99年。但是正因为是这个99年，为香港回归中国埋下了伏笔。所以1890多年的99年之后，就是1990年代，中国就讲了，这个是99年了 ，OK？你要还给我。这样如果中国要回香港，他只能要回那一部分，英国人永久的那个还是要不回。香港岛对 ，exactly， 其实是要不回的。OK。但是呢，当时的英国是什么英国？当时的中国又是什么中国呢？这种东西要讲国情。100年前、150年前，你英国是日不落帝国，全世界25%的土地是你的殖民地，你很强。但是现在好像不是啊。中国是改革开放10多年之后开始慢慢崛起了啦。对，有底气了啦，有的听了。所以当时听讲了，英国人是讲，99年的你拿回去，这个是永久啊，你拿不回，这个是我的，讲好永久的。当时谈判的是邓小平，邓小平的翻译有讲，邓小平的确提出过不惜一战，你不要给我好，我就跟你开战，我就跟你打过。你99年那一番拿回去了，剩下的那一小撮香港的 infrastructure 电水。那里来，你还是很依赖大陆的那种 resource， 所以他最后就完全回归中国了。所以那个时代1990多年97他已经还给中国了啦，就完全是给中国管了。before 1990多年还是英国人呢？就是中国都还没有插手的，还没有，因为99年还没有到。原来。所以你看以前的香港戏香港电影他的警察阿 Sir 是洋人来的嘞，穿短裤的，就是我们阿公看的那些香港片对，不要讲阿公啦，其实我都有看过那种，以前周星驰演的就是这样。就是那些旧片全部阿 Sir 都是英国人，所以讲这边会有很多外国人喜欢来，也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到近期都还有英国人的影响对，很近很近其实才很近不到30年。